哈哈，我信。楚风笑了笑，随后补充道：“还有啊，宋喜，我与你说过很多次了，你若当我楚风是朋友，叫我楚风就行，不要叫什么大人，这样太见外了，我很不习惯。但是像你这样的强者，我直呼你名字，岂不是大不敬？”宋喜有些犹豫，但是眼神中也能看得出来，他似乎很期待，他很期待，真的可以直呼楚风的大名。他觉得，如果能够直呼楚风的大名，对于他这种修为的人来说，是一种荣耀。兄弟之间的友谊，可不是用修为强弱来衡量的，而是由亲近程度来衡量的。你这么见外，可就是不拿我当朋友的表现。楚风说道。没有没有，不是这样的。宋喜连忙摆手，那就叫我楚风。楚风说道。好，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楚风，嘿嘿。宋喜傻笑起来，笑得很是灿烂，看得出来他很高兴。别看他的年纪比楚风要大，但是他却比楚风要单纯得多，简直如同小孩子一般。宋喜，这个你拿着，不要再回到那赵府做工了。楚风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宋喜。通过这段日子的闲聊，楚风也是知道宋喜只是赵府的一个临时工，在赵府的地位很低，经常遭受打骂，受人欺凌。若不是因为其母亲身患重病，需要贵重的药物治疗身体，他也不会一直留在赵府。而这个乾坤袋内的东西，足以让宋喜衣食无忧的过上一阵子，至少短时间之内不会让他因为钱财而犯愁。这太贵重了，宋喜接过乾坤袋，查看到乾坤袋内的宝物之后，脸色顿时就变了。他很激动，甚至感觉不可思议。他没有想到，与楚风相识这么短暂的时间，楚风竟然能够给他这么贵重的东西，而正因为太贵重，他才不好意思接受。他觉得他承受不起这么贵重的礼物，可是他现在的情况又非常需要钱财。楚风给他的这些宝物，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他说不想要，那绝对是假的。我一开始就说过，你帮我忙，我给你报酬，这便是报酬。楚风说道。可是这报酬也太多了，我不过是给你指路而已，根本就不值这么多报酬。宋喜说道。收着吧，也许其他人不值，但是在我看来，你值。楚风拍着宋喜的肩膀说道。听得此话，宋喜忽然愣住了，片刻后才有缓和，但是此刻的他双眼已经湿润。楚风，我从来没遇见过你这么好的人，我真是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行了，宋喜，你这么说的话，我可就觉得你是在拍我马屁了。楚风拍着宋喜的肩膀，笑着说道。嘿嘿，没，我不是拍马屁。听楚风这样一说，宋喜也是跟着笑了，同时也是擦拭掉了那将要涌出的泪水。楚风，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宋喜对楚风问道。在他看来，楚风这样大人物，既然来到了大千上界的，定然是要大展拳脚的。去你家。楚风说道。什么？你要去我家？宋喜愣住了。楚风这个回答让他措手不及。宋喜，既然我说你是我朋友，那我便是真的将你当成朋友了。你的母亲便等于是我的母亲，她老人家生病，我不能不管，而我刚好也是一位界灵师，我想你母亲的病，我应该可以帮到忙。楚风对宋喜说道。楚风，你之所以要去我家，是想专程为我母亲医病？宋喜双眼瞪得溜圆，以一种无比惊讶的语气问道。楚风点了点头。楚风，我这一刻，宋喜的眼中顿时2行热泪滑落而下。先前楚风给他诸多钱财，他只是双眼泛红，可是当的知楚风竟然要专程为其母亲治病，他便彻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感动，但更多的是觉得楚风出手的话，他母亲的病也许能够得到缓解，甚至根治。他是一个孝子，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而楚风之所以萍水相逢，却与这宋喜兄弟相称，就是看好他的人品。其实楚风的朋友不多，但是只要是楚风愿意交下的朋友，大多都是有情有义之人。行了，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有什么哭的？楚风笑着说道。随后楚风便与宋喜向宋喜的家中返回，而楚风此行帮宋喜的母亲看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是想再去那神山看一看。楚风觉得他们在登天梯内遭遇的情况很可能是人为所致，但是若想调查清楚，那神山是目前唯一的突破口，甚至楚风觉得搞不好王强等人也在那神山之中。然而楚风却不知道，此刻的他已经被2个人暗中跟随，最重要的是那2位的实力远在楚风之上，所以对于他们的尾随，楚风毫无察觉。路上无话，经过一段时间的路程，楚风与宋喜终于来到了宋喜的家中。宋喜的家是一座大山之中，这山距离神山很近，不过神山没有人的踪影，但是宋喜所居住的这座大山之上却有着不少居民。这些人在这片区域都可谓是弱者，有权有势有本事的都搬到了城中了，只有他们这些人还继续留在此处。虽然在这片区域他们都算是穷人，可是住的地方却也绝对不是土房草房，他们所住的地方不大，但却也很是精致，这也正常，毕竟宋喜实力再弱也是一位5组强者，况且他还是一位界灵师。虽然他只是黄袍界灵师，但是这种水平的界灵师，别说打造出精致的住处，就算打造出浩瀚的宫殿群也不成问题。而从这简约的住处倒也能够看得出来，宋喜本质上就是一个质朴的人。实际上宋喜还是一个努力的人，他之前曾四处闯荡，倒也是攒下了不少钱财，若不是他母亲的病，他也不会回到家乡，也不会穷困潦倒，更不会流落到去赵府务工的地步。此刻宋喜家中一张床铺之上躺着一个满头白发满脸皱纹陷入沉睡的老妇人，这个老妇人便是宋喜的母亲。楚风与宋喜站在床前，楚风将手放在宋喜母亲的手腕上，正在为其诊断病情。只是楚风越是诊断，眉头皱得越深。楚风，我母亲的病还有得治吗？宋喜对楚风问道。问这话的时候，他很是忐忑，他有些害怕楚风也无法奈何他母亲的病，那样一来，
他便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帮助他了。毕竟以他的身份，很难请得到比楚风强的人来为他母亲医治。你母亲的情况的确有些复杂，她其实不是得了病，而是中了毒，并且这毒时间很久了，由于一直未能化解，如今已经侵入灵魂。楚风对宋喜说道：“什么？已经侵入灵魂？”听得此话，宋喜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如纸，甚至连站都站不稳了，连续向后倒退。若不是楚风出手搀扶，他就直接瘫坐在了地上。宋喜吓得连腿都软了，这也不能怪他，毒入灵魂，这是非常危险的症状。宋喜又是界灵师，深知这种情况的凶险，在他看来，他母亲怕是活不久了，哪怕用再好的药也没用。而身为一个孝子，这是他难以接受的情况。别慌，虽然这毒有些棘手，但是给我1日时间，我能将其驱除。楚风补充道。真的？楚风，你说你能够将这毒驱除？听得此话，宋喜原本苍白的脸上又涌现出了难以置信之色。虽然他知道楚风很强，可是对于楚风此刻所说的话，他又有些怀疑。相信我。楚风说话间，掌心摊开，一缕结界之力便如同小蛇一般，围绕着他的掌心盘旋飞舞。这是仙级结界之力，并且还是蛇纹级。天哪，你是蛇纹级仙袍界灵师？看到这股结界之力，宋喜再度陷入了震惊之中。对于宋喜的问题，楚风并未直接回答，而是笑着点了点头。太好了，太好了，我真是遇到贵人了，我的母亲有救了。这一刻，宋喜的脸上不仅挂着狂喜之色，更是激动的热泪盈眶。正因为他也是界灵师，所以他才深知蛇纹级仙袍界灵师的厉害。当确定楚风的界灵师等级之后，他便坚信他母亲的病，楚风一定可以医治。你放心，你母亲的病我一定可以医治，只是你要好好想一想，大概3年前是什么人给你母亲投了毒？楚风说道。投毒？怎么会是投毒？楚风，你怎么忽然这么稳？宋喜一脸茫然，他是被楚风的话吓到了。我能够确定，你母亲这毒是被人强行灌入了体内，是人为所致。楚风说道。人为所致？听得楚风此话，宋喜彻底愣住了。是有人强行将毒灌入了你母亲的体内，灌毒之时，你母亲也是遭受了不少罪。你想一想，3年前你母亲发病之前，与什么人与她接触过，或者说你得罪过什么人？楚风说道。楚风，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毒？宋喜问道。这毒的名字我也说不出来，这毒本身并不烈，只是一种麻痹性的毒，否则你母亲也不会活这么久了。但是不管是什么毒，只要渗入灵魂，都会有生命危险。更何况你母亲修为并不高，继续下去，依我看，熬不过半年。但你也不用急，这毒我能驱除，保你母亲无碍。只是醒来的话，却也需要一定时间。楚风说道。此刻，宋喜不再说话了，他似是受到了打击，过了好一会，才抬头对楚风问道：“真的能驱除吗？”放心，你母亲这毒，我一定可以驱除。楚风拍了拍宋喜的肩膀，似是怕宋喜不放心，楚风便立刻为宋喜的母亲驱毒。这毒已经渗入灵魂，所以哪怕是楚风想要将其驱除，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1日时间是楚风给自己的期限，但实际上楚风并未用到1日时间，楚风便将宋喜母亲体内的毒驱除开来。只是虽然毒散了，可是宋喜的母亲却依旧陷入昏迷状态。在楚风看来，宋喜的母亲若要苏醒，也需要一段时日，至少要1个月。这也是为何楚风让宋喜去想是什么人给他的母亲下了毒，而不是待其母亲苏醒后直接问其母亲的原因。毕竟他母亲苏醒的时间保守来说是1个月，甚至有可能更久。所以若想尽快抓住那个罪魁祸首，倒不如让宋喜去想一想。驱毒之后，楚风本想将这个喜讯告诉宋喜，可这才发现原本一直站在自己身后的宋喜竟然不见了。而楚风之前驱毒太过专注，导演没有注意到宋喜是何时离开的。楚风走出屋子，用天眼搜索，也依然没有看到宋喜的踪影。这家伙去哪了？楚风正思索着，忽然注意到宋喜家的女仆正站在不远处。这个女仆是一个活了几百岁的女子，虽然已经活了几百岁了，可是她的外貌并不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只是一个中年女子的模样。这个女仆是宋喜请过来专门照顾她母亲的，修为很弱，连5帝境都没有达到。这个修为若是在祖武下界，那一定可以混得风生水起。可是在大千上界这种地方，连宋喜这种5祖境的修武者都是这个世界的底层，可想而知这个女子的境地是多么的艰难了。像她这种人在大千上界，没有势力会收容她，自己闯荡的话，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人欺凌，真的没有任何地位可言。但是宋喜毕竟人品不错，所以待这个女仆也是很好。甚至当日楚风来到此处之际，宋喜还特意向楚风介绍这个女仆叫做静怡。正因为宋喜待她不薄，所以楚风看得出来，这个静怡对宋喜家也是忠心耿耿，至少对宋喜母亲的照料可谓非常的用心。导也是个好人，若不是这静怡的悉心照料，搞不好宋喜的母亲都坚持不到今日。此刻那静怡站在不远处，看了一眼楚风，便赶忙将头低下，欲言又止。楚风立刻意识到这静怡可能是有话想对自己说，或许他知道宋喜去了哪里。静怡，你知道宋喜去哪了吗？楚风上前问道。见楚风开口，那静怡赶忙向楚风走来，可又在距离楚风10米之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大人，您一定要救救我家少爷。静怡哭着说道，并不美的脸上却挂满了紧张与担忧。静怡，你先起来，发生什么事了？你告诉我，若是宋喜遇到了什么难处，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楚风将静怡搀扶起来。大人，我该怎么说？静怡有些慌，她真的是太紧张了。别慌，慢慢说。楚风说道。好，我慢慢说。静怡先是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与思路，这才对楚风讲述起来。大人，事情是这样的，我家少爷
有一个未过门的媳妇，叫做王莲芝。那王莲芝与我家少爷儿时便相识了，两个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我家少爷年少时虽然并不富裕，可是至少比那王莲芝的家里强。两户人家在他们小时候就想给他们定下娃娃亲，但我家少爷一直不同意，说他只是拿王莲芝当妹妹看的，并没有那种特殊的感情。可是王莲芝却一直对少爷纠缠不放，尤其是当少爷出外闯荡，也积攒了一些财富之后，那王莲芝对少爷便纠缠得越来越凶。而那王莲芝其实是有着几分姿色的，这一代追求她的男子也是从来不缺。可那王莲芝却一心想嫁给我家少爷。少爷见那王莲芝等了他这么多年都未曾嫁人，对他的确是真心实意，久而久之也是动了情。但是少爷志在四方，实在不想耽误了王莲芝，所以便与王莲芝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家少爷告诉王莲芝说，他在修为踏入真仙之前不准备结婚生子，王莲芝若是愿意等他，那他们两个可以先定下婚约，待我家少爷踏入真仙境之后，一定风风光光的迎娶王莲芝。王莲芝欣然同意，两家便定下了婚约。之后少爷继续出外闯荡，苦练修为，而王莲芝岛也是体贴懂事，经常来到少爷家陪着少爷的母亲，虽然还未过门，但却俨然成为了宋家的媳妇。他们两个虽然并未成亲，但却也成为了这一代远近闻名的恩爱夫妻。可是自从少爷的母亲病了之后，少爷为了给其母亲治病，不仅花光了自己的积蓄，也是少有时间投入到修武之上，导致修为一直停滞不前。渐渐的，那个王莲芝便开始与少爷疏远了。对于这种情况，少爷也并未深究，甚至从未过问。王莲芝若不来找少爷，少爷也从不上门去找他。可就在前段日子，那个王莲芝竟然带了一伙人找上门来，说要悔婚。原来王莲芝是被欧阳家的老爷看中了，欧阳家的大老爷想要纳她为妾，那王莲芝找到了有权有势之人，便不想再与少爷在一起了。少爷那时才知道，王莲芝其实从未对他动过真情，之前纠缠于他只是看好少爷的前程，但当他觉得少爷前程有限，便开始与少爷疏远。当找到了更好的男人，便毫不犹豫的来与少爷撇清关系。少爷心灰意冷，但却也并未与其纠缠，而是直接答应了王莲芝之前的婚约，就此结束。自那之后，少爷也从未找过王莲芝。我本以为少爷是真的看开了，可是今日少爷忽然向欧阳家的方向跑去了，而我听闻今日便是欧阳家的大老爷迎娶王莲芝纳其为妾的日子。我想少爷一定是咽不下这口气，是去找王莲芝去了。可是那欧阳家在这一带极具名气，尤其是欧阳家的大家主更是与赵府的关系极好，少爷若是敢在欧阳家大老爷的婚礼上闹事，那怕是活不了了。说到此处，静怡早就哭成了泪人。看得出来，虽然他只是宋喜家的仆人，可是他对宋喜的感情颇深，至少他是把宋喜当成亲人了，否则不会急成这个样子。静怡，你知道欧阳家在哪吗？楚风问道。我知道，我知道。静怡的连连点头，随后竟再度跪在楚风面前，并且开始向楚风磕头作揖，说道：大人，您一定要救救我家少爷，也只有您能救我家少爷了。静怡，别哭了。楚风将静怡搀扶起来，说道：为我带路。楚氏天族刑罚大殿内，楚氏天族刑罚堂副堂主楚轩正法坐在首座之上，在他的下方跪着一名男子，这名男子正是当日接到刑罚密令的人。行人，此事做得很好，想不到这么快就找到那楚风。此刻楚轩正法神色大喜，他已经刚刚从眼前这名男子的口中得知，他刑罚堂的人在百炼凡界通往大千上界的那个登天梯处找到了楚风，并且现在已经派人秘密的监视着那楚风。大人，需要将那楚风带过来吗？还是继续在暗中监视他？叫做楚行人的男子问道。不用。楚轩正法摇了摇头，随后说道：行人，你把我刑罚堂的其他人叫回来，你自己一人亲自去跟着那楚风，记住，除非那楚风遇到生命危险，否则不要出手帮他。还有，一定留意他所接触的人，你监视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调查清楚这个楚风到底来自哪里。若是那楚风是其他天族之人，那便不用继续跟着他了，立刻回来即可。可是假如那个楚风乃是我楚氏天族之人，你就继续跟着，并且立刻向我禀告，记住此事不得告诉任何人，直接向我禀告。楚轩正法说道。遵命。楚行人恭敬的应道，随后便离开刑罚大殿，向楚风所在地方卫行去。而此刻楚轩正法则是陷入了沉思，片刻后才低声说道：轩辕啊，这个楚风究竟是不是你的儿子呢？你究竟是怎么想的？欧阳家是依附在神山之下的一个家族，有着自己的城池。其实欧阳家的实力并不强，修为最强的家主也不过是四品五祖而已。但是在落凤城这一带，四品五祖的实力已是不弱，再加上欧阳家的家主与落凤城内的赵府关系不错，所以在落凤城这一带倒也是颇具威名，算是落凤城这一带的一霸。而欧阳家的家主乃是一个活了7000多岁的糟老头子，这是一个老色鬼，其妻妾加到一起足有1000多人，可谓是真正的妻妾成群。而今日便是欧阳家主迎娶第1234房小妾的日子，欧阳家张灯结彩，广迎来宾，可谓热闹非凡。欧阳家主更是神采奕奕，精神抖擞。不过毕竟是一个年迈的老者，哪怕再精心打扮，却也掩盖不了那满脸的皱纹和苍老的模样，一眼看去倒是有些恶心。可别看他这样恶心，但是他所娶的女子却是一个比一个美貌，尤其是今日所娶的小妾王莲芝。这王莲芝可是落凤城一带远近闻名的大美女，欧阳家家主对着王莲芝可谓垂涎已久。可王莲芝却是对宋喜情有独钟，因此宋喜倒也成为了落凤城这一带不少未婚男子所羡慕和嫉妒的对象。其实若不是因为那王莲芝，宋喜倒也不至于在赵府做工的时候那般的遭受欺凌了。
假如说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那些人对宋喜的恨，无疑便是因为王莲芝。但是自从宋喜母亲病重之后，王莲芝与宋喜的关系便开始疏远，最近更是与宋喜悔婚，答应嫁给欧阳家主。也正是因为欧阳家主今日的新娘乃是王莲芝，倒也让不少未婚男子对欧阳家主羡慕不已。而现在，其实邀请的贵宾基本都已经到齐了，就连新娘子也是早就到了，可是婚礼却还是迟迟没有举行。之所以延迟婚礼，那是因为赵府的人还没有来。哎呀，赵大管家，你总算来了！一队人马浩浩荡荡的走了进来，欧阳家主立马站起身来，一脸笑意的迎了上去。因为这队人马正是落凤城内赵府之人，为首的那位老者便是赵府的大管家，此人乃是一位五品无祖。当赵府的人走进来后，在场的众人不由自主地将声音压低了下来，不敢再大声喧哗，彰显出了他们对赵府的敬畏。这也正常，倘若说欧阳家在落凤城这一带乃是一霸的话，那么赵府可就是落凤城这一带真正的霸主。哪怕欧阳家面对赵府的人，也要敬畏不已，不敢有一丝的怠慢。大管家、府主他们怎么没来？忽然，欧阳家主愣了一下，因为当他仔细观望之后，发现赵府的府主以及副府主都没有来。别提了，我赵府出事了。赵府大管家一脸无奈地说道：“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听得此话，欧阳家主的眼中顿时涌现出了好奇之色，因为他看赵府大管家的样子，显然不是好事。可是赵府最近一直顺风顺水，究竟是什么样的事，让赵府大管家这般愁眉苦脸呢？二哥他死了。赵府大管家说道：“副府主死了。”听得此刻，欧阳家主顿时脸色大变，因为赵府大管家口中的二哥便是赵府的副府主，那可是一位五品无祖，真是倒了大霉了，遇到了一位煞星。赵府大管家一脸的无奈。对于此事，赵府大管家虽然没有声张，可却也是暗中传音，将自家的遭遇告诉了欧阳家主。而其实赵府的副府主便是当日对楚风出言不逊的那位老者赵平阳。那一日，在楚风离开之后，自神山之上了下一道暗黑色气焰，大开杀戒。事实上，不仅是赵平阳死了，赵府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遇难了。而在赵平阳死之前，曾命一个叫做小六子的人回到赵府报信，让赵府通缉楚风。当小六子带着赵府的人马回到现场之时，便发现赵府之人全都死了，并且死相狰狞，甚是恐怖，让人只是看到便感觉头皮发麻，胆战心惊。赵府之人不明真相，只知道与楚风发生了冲突，所以下意识的便认为是楚风做的这一切。可是他们对楚风一无所知，甚至连楚风叫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可谓是一头雾水。哎呀，咱们落凤城这一带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煞星？那个人长成什么样子？到底是何修为？是什么来头？欧阳家主问道。他其实害怕了，想要询问一下那个人的样子，以免日后遇到不小心招惹了对方，惹上了杀身之祸。小六子是记得那个人的样子的，可是当看到我二哥他们被杀之后，便吓傻了。现在一直在对其医治，还没有治好。但是请来的界灵师说，要不了多久，小六子就会治好，而只要小六子治好，便可以画出那个人的样子。到时候我赵府就可以通缉于他。他奶奶的，明明只是口舌之争，他竟然痛下杀手，竟杀了我二哥，实在是太残忍了。我赵府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赵府大管家咬牙切齿地说道。对，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欧阳家主也是附和地说道，并且欧阳家主并不觉得赵府大管家是在吹牛皮，而是真的觉得赵府能够报了此仇。赵府之所以能够成为落凤城这一带的霸主，不仅是因为赵府自身的实力，最重要的是因为赵府的小公子赵子荣。这赵子荣乃是一位修武奇才，年仅300岁，已是一位8品无祖，并且这赵子荣还是泰山门门主的得意弟子。而泰山门为何物？倘若说赵府是落凤城这一带的霸主的话，那么泰山门则是神山这一带的霸主，那是一个传承悠久的宗门，实力极强。而有泰山门做后盾，赵府才有了今日的地位。所以欧阳家主才觉得，不管那个杀了赵府的人是谁，可得罪了赵府，他早晚是要倒大霉的。欧阳兄，今日乃是你的大喜日子，别因为我赵府的倒霉事给你带来晦气。我大哥虽然不能来，可却也让我带他向你道喜，良辰吉日不可错过。快开始婚礼吧，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赵府大管家说道。大管家，您请上座，我这就开始。欧阳家主把赵府的人请到上座之后，便将新娘子拉出来，准备拜天地。这一刻，欧阳家的山庄内那喜庆的气氛几乎达到了极点。王莲芝，你个贱人！可就在这时，一声愤怒的呐喊响彻长空，打破了这欧阳家这喜庆而热闹的气氛。突然传来的呐喊让在场之人都是心中一惊，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那声音传来的方向，定目观望，才发现这个来者，他们许多人都认识。这个人虽然修为只是1品无祖，可是在落凤城这一带却是非常的有名。有人说他是一个修武奇才，日后成就不可限量。也正因如此，王莲芝之前才对他死心塌地。但是后来人们又说他是废物，当初看错了他。因为自从他的母亲病重之后，他的修为便没有一丝长进，甚至为了生计，只能到赵府做工。而此人自然便是宋喜。宋喜，你活腻了，竟敢来我的婚宴捣乱！欧阳家主大怒，他早就知道宋喜与王莲芝的关系，可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宋喜竟然胆大包天到这种地步，竟然敢到他的婚礼上捣乱。欧阳家主，你可知道你这王莲芝是什么人？她乃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恶毒女人，你娶她只会辱没了你欧阳家的名声。宋喜大声说道。什么恶毒女人？听得此话，在场宾客皆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毕竟恶毒女人这个帽子可不是随便乱扣的。
而宋喜因为具有一些名声，所以他们对宋喜倒也是颇为了解。宋喜乃是一个非常本分的老实人，哪怕受人欺辱，也很少反抗，更是从未听见他说过别人坏话。哪怕当日王莲芝带着欧阳家的人上门去与宋喜毁约，他也是没说一个不字。事后更是没有找过王莲芝。这件事，有人觉得他是怕了欧阳家，所以嘲笑他胆小怕事，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他是大度。既然王莲芝有了选择，便不想为难王莲芝。但不管怎么说，许多人都觉得宋喜与王莲芝之间应该就此了结了。而他现在，宋喜不仅出现在了王莲芝与欧阳家主的婚宴上，竟然还当着众位宾客的面说王莲芝是恶毒女人，这不免让人们猜疑，这其中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缘由？恶毒女人，宋喜，此话怎讲？你给我说清楚！你若不说清楚，今日我打断你的手脚，废了你的修为！欧阳家主大声喝道。其实他的心中也是泛起了嘀咕，所以才让宋喜说，否则他岂会与宋喜争辩？早就直接出手，狠狠地教训宋喜一番了。我母亲3年前忽然身患重病，相信此事欧阳家主也有听闻，但实际上我母亲并不是病了，而是这王莲芝下毒所致。宋喜指着王莲芝愤怒地说道。此刻的他气得咬牙切齿，甚至连身体都在颤抖。什么？宋喜母亲的病是王莲芝下毒所致？听得此话，在场之人倍感惊讶，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王莲芝。就连欧阳家主也是将目光投向了王莲芝，因为他们都知道3年前宋喜母亲病重之前，就是王莲芝照顾其母亲，而在其母亲病重后，在宋喜得到消息回来之前，也一直是王莲芝在照顾宋喜的母亲。若说王莲芝对宋喜的母亲下毒，倒也是不无可能，毕竟宋喜的母亲就是在王莲芝照顾期间身患奇怪病症的。宋喜，你这是含血喷人！面对众人的质疑，那王莲芝自然不会承认。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自己心里清楚。宋喜却是一脸的坚定地认为就是王莲芝给其母亲下的毒。宋喜，我真想不到你是这种人。你母亲病重之后，我一直悉心照料，你不感恩也就罢了，竟然还冤枉我，说是我给她下的毒。你倒是说说，我为什么要给你母亲下毒？我为什么要害她？你说出个理由来。再者说了，我若真想害她，怕是你连她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又何必下毒？况且多少位界灵师都诊断过，你母亲是患了病，根本就不是中毒。你就算冤枉我，也找一个好点的理由行吗？王莲芝的声音竟然喊得比宋喜还大，就好像宋喜真的是冤枉了他一样。对啊，宋喜母亲的病，多少界灵师都看过了，那只是病，根本就不是中毒。听得王莲芝这样一说，人们才反应过来，一时之间，不少人都开始怀疑宋喜是不是故意冤枉王莲芝的了。而就在此刻，王莲芝更是扑通一声跪在了欧阳家主的面前。此刻的王莲芝已是声泪俱下，无比委屈地哭死道：“老爷，这宋喜分明就是因为我嫁给您，怀恨在心，所以才故意冤枉人家的。老爷，你可要为人家做主啊！”听到王莲芝的话后，欧阳家主也是觉得非常在理，随后便剑眉倒竖，勃然大怒，威压更是横扫出，掠向了宋喜。宋喜只是一品无祖，哪里承受得住欧阳家主的威压，立刻趴在了地上，任凭宋喜如何努力的想要爬起身来，却也根本无力爬起，只能如同死狗一般趴在地上。欧阳家主，我没有骗你，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您一定不能娶王莲芝，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恶毒女人啊！宋喜并未放弃，而是用尽力气，大声呼喊着。可是欧阳家主不仅不予理会，反而是威压加强，直接将宋喜压入了地底之中，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此刻，所有人都觉得宋喜乃是咎由自取，纷纷冷嘲热讽，甚至对其唾弃，却没有人注意到那王莲芝的盖头之下，一个恶心的笑容正挂在王莲芝的脸上。这是讽刺的笑容，就好像在说宋喜与他斗乃是不自量力。赵大管家，宋喜乃是你宋府的人，你说我该如何处置？欧阳家主并未直接对宋喜如何，而是向赵府大管家请教起来，因为他听闻宋喜在赵府务工，虽然他与赵府关系匪浅，可是既然赵府大管家在，看在赵大管家的面子上，他也不能随便动赵府的人。既然此刻想动宋喜，自然就要先请示一下赵府大管家，他是我赵府的人吗？我赵府竟然有这么一个废物，我怎么不知道？然而对于此事，赵府大管家却是一副不知情的样子。就在此刻，赵府之中有人表示，宋喜的确在赵府务工，但只是最低等的仆人。真是的，你们是怎么做的事？怎么能将这种猪狗不如的东西收入我赵府？这简直是对我赵府的侮辱！得知此事，赵府大管家顿时大怒，就好像宋喜连进他赵府的资格都没有一般。欧阳家主，这种猪狗不如的东西根本就不是我赵府的人，你想怎么处置便怎么处置吧。随后，赵府大管家对欧阳家主说道。听得此话，欧阳家主才再度将目光投向宋喜，他指着宋喜，狠狠地说道：“宋喜，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不想沾血，但是你竟敢辱我的莲芝，那我便饶你不得。男人啊，把这个宋喜给我拖下去，明日我再亲手杀了他。遵命。”欧阳家主此话说完，欧阳家的一众狗腿子便冲向了宋喜，想要将宋喜抓起来。可就那群人将要靠近宋喜之际，一股劲风忽然自宋喜的上方横扫开来，下一刻，那群欧阳家的狗腿子一个个被吹得人仰马翻。我看今日谁敢动他？而就在这时，一道响亮的声音也是忽然响起，紧随其后2道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宋喜的身旁，而这2个人正是楚风和静怡。当楚风出现后，欧阳家主那压迫着宋喜的威压便立刻消散，所以静怡很是轻松的便将宋喜搀扶起来。楚风看到楚风，宋喜顿时一愣，他显然没有料到楚风会来救他。宋喜，你可真是不够意思，怎么能一个人跑来这边，却说都不与我说上一声？莫非你根本就没拿我当兄弟？楚风对宋喜问道。
楚风，此刻宋喜尴尬无比，他似是想要解释什么，可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最终，他竟然低下了头，不敢再与楚风对视。其实来此之前，他也考虑过要不要叫上楚风，毕竟楚风可是一品真仙。楚风若是帮他，莫说是区欧阳家，就连赵府也是奈何不得。可是他又考虑到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欧阳家和赵府的确不是楚风的对手。可是赵府的赵子荣呢？赵子荣的身后可是泰山门，泰山门的实力，哪怕是楚风也招惹不起啊。况且他毕竟与楚风萍水相逢，而楚风对他的帮助，他已经是无以为报。他实在是不好意思再因为自己的家事而把楚风牵扯进来。经过一番考虑，他才最终决定自己来这里找王连之算账。但他只是不想再麻烦楚风，绝对不是不把楚风当朋友。算了，我知道你心中所想，所以也没真的怪你。楚风走到其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随后对其说道：“你母亲的毒已经被我驱散了。”楚风，我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了，请你受我一拜。得知自己母亲的毒已经驱散，宋喜激动不已，说话间便要向楚风下跪。可是楚风则是一把将宋喜给抓了起来，对其说道：“先不要谢我，你告诉我，你是从何断定那给你母亲下毒的就是那王连之的？”其实楚风早就追上了宋喜，之所以没有现身，就是想要看看宋喜打算怎么做。所以楚风几乎是与宋喜一同来到此处的，自然也就听到了宋喜所说的话，一定是他，一定就是他，因为那毒就是我给他的。可是我给他那毒是想让他帮我去换取一样东西，可是不曾想他竟然用到了我母亲的身上。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一定是他用了那毒，因为事后我曾问过他，那毒可有去换掉，但他与我说被他不小心弄丢了。当时我信任他，便没有多想。可是现在想想，他哪里是将毒弄丢了，分明是用在了我母亲的身上。这个女人实在太恶毒了，我对她那么好，她怎么可以如此对我？说这话的时候，宋喜的身体都在颤抖，他是气得在颤抖。行，我知道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吧。楚风说话间便转过头，将目光投向了王连之。忽然楚风大袖一挥，一股风力便吹向王连之，将其头上的盖头直接吹了下来。这一刻，王连之的面容也是浮现而出。这个王连之的确有着几分姿色，可是也只是相对于宋喜他们这些人而言。对于阅尽美女的楚风来说，王连之这种容貌的女子根本就是不入流。王连之，你是自己坦白交代一切，还是要我动手逼你说出一切？楚风对王连之说道：“老爷，救命啊！”听楚风这样一说，王连之吓得小脸煞白，赶忙躲到了欧阳家主的身后。这也不能怪他胆小，先前楚风的出现可谓无声无息。他不确定楚风的修为，但却知道以楚风的实力，若要对付他，绝对轻而易举。更何况楚风说话如此霸道直接，丝毫没有将欧阳家主放在眼中。他真是害怕楚风会真的对他出手，而现在能帮他的也只有欧阳家主了。滚开！可是还不待欧阳家主开口，楚风便冲着欧阳家主开口了。楚风的声音很是平静，可是就是这个平静的声音，却让欧阳家主的脸色也是变得苍白起来。他也是怕了，他不能不怕，因为当楚风出现后，他便一直观察楚风的修为。可是身为四品无祖的他，却无论如何也看不透眼前的年轻人。但是楚风却能够轻而易举的解除他的威压，这让他下意识的便觉得眼前的这个年轻人，要么是身怀隐藏修为的至宝，要么就是实力在他之上。再加上先前楚风的出现可谓无声无息，这便让他觉得楚风多半是修为在他之上。年轻人，我欧阳家与你无冤无仇，你没必要为了宋喜这样一个废物而与我欧阳家主没敢出手，而是想要与楚风和解。可是欧阳家主话未说完，便直接飞势而出，狠狠地撞在了不远处的墙壁之上，墙壁都被他撞穿了，落地之时已经是浑身是血。我只说一遍，宋喜乃是我朋友，再有人敢说他半句坏话，休怪我非他修为。楚风目光如鹰，凌厉无比，当他扫视四周之际，连这方天地的空气都变得寒冷。这一刻，在场的许多人都是吓得浑身颤抖，因为在场的许多人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没说过宋喜坏话的。而眼见着欧阳家主都被眼前这个叫做楚风的年轻人打成那个模样，他们这些人自然后怕不已，生怕楚风对他们出手。赵大管家，你要为我做主，为我做主啊！此刻，欧阳家主强忍着伤势，拖着浑身是血的身躯，跑到了赵府大管家的身旁，苦苦哀求：“欧阳兄，放心，以你与我赵府的交情，今日之事，我赵某人绝对不会坐视不理。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吧，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赵府大管家信誓旦旦地保证道。随后，赵府大管家便看向了楚风，说道：“年轻人，我不管你何来头，但这里乃是我赵府的地盘，我劝你不要在此处撒野，否则这个后果你怕是承担不起。”听得此话，楚风这是看向了赵府大管家，但是楚风连话都没说，只是看着他，轻蔑地笑了一声。看到楚风脸上的这抹笑容，赵府大管家顿时怒从心起，连手都气得瑟瑟发抖。在落凤城这一带，还从来没有人敢对他这般无礼。此刻，赵府大管家便准备发作。管家大人！可就在这时，一个赵府之人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直接来到了赵府大管家身前。什么事？没看到老子正在教训这个无知小儿吗？赵府大管家怒火中烧，忽然有人来招惹他，简直就是引火烧身，他自然不会给对方好脸色。大人，小六子醒了，并且画出了那个人的画像，这是那个杀害了副府主大人以及我赵府众人的凶手画像。那个赵府之人将一幅画像递给了赵府大管家，赵府大管家赶忙将画像接过，打开审阅起来。毕竟此事事关重大。可是当赵府大管家
看到手中的画像后，却顿时吓得瘫坐在了地上，那脸比纸还要白。见此一幕，欧阳家主以及赵府的其他人都是一脸茫然，不明白赵府大管家为何突然吓成了这个样子，就跟重病发作了一般。不解之际，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那张画像，他们都觉得这答案可能就在那画像之中。天哪！而看到那画像之后，欧阳家主以及赵府之人一个个吓得人仰马翻，甚至有人吓得尿了一地，更有甚至竟然直接吓得昏死了过去。那个惨样比赵府大管家还要夸张。随后他们再度看向楚风，那眼中充满了恐惧之色。此时此刻，他们看着楚风的目光根本就不像是在看一个人，而更像是在看一个魔鬼。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那画像上的人正是楚风。当得知原来眼前的楚风就是杀了赵府众人的凶手之后，赵府大管家以及欧阳家主等人早就吓得屁滚尿流，哪里还有人敢再对楚风不敬？你说是不说？楚风再度对王连之开口，声音越发的冰冷，他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因为这个王连之一点都不老实。现在是楚风在实力上镇压了他们，假如他们的实力在楚风之上的话，楚风相信此刻的他下场一定很惨。这群人包括那王连之都是一群欺软怕硬的人，而楚风最看不上的便是这种人。老爷，救我！您救我呀！果不其然，眼见不妙，王连之便哭着喊着向欧阳家主跑了过去，滚开！可是欧阳家主大袖一甩，竟然直接将王连之轰飞了出去。王连之虽然没有像欧阳家主那般惨，可落地之时也是口吐鲜血，身负重创。老爷，你王连之猛了！他不明白为何欧阳家主会突然对他出手。臭娘们，你到底做了什么？还不老实交代！欧阳家主则不以为然，眼中不仅没有一丝怜悯，相反还愤怒地对王连之质问起来。这一刻，王连之才反应过来，欧阳家主是准备舍弃他，从而自保。王连之猜对了，欧阳家主就是如此。此刻，欧阳家主看着楚风，一脸委屈地说道：“少侠，这位少侠，我是真不知道她是这般恶毒的女人，若是知道，我也不会娶她呀。你想对她怎么样就对她怎么样，她与我根本就没有关系，求你不要伤害我，放过我欧阳家。”欧阳家主真的是被吓坏了，说话的时候都带颤音的，并且语气甚是卑微，就差给楚风跪下磕头了。实际上，若是楚风继续为难他，为了自保，别说磕头求饶，就算更没底线的事情，他也做得出来。可是对于欧阳家主的求饶，楚风却理都不理，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而是看着王连之说道：“还不说！”此刻的王连之早就哭成了泪人，他并不是因为伤势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害怕。连欧阳家主与赵府大管家都被吓成了那个样子，他深知今日的他已是陷入绝境。我真的没有做，宋喜是在冤枉我。大人，您行行好，您放过我吧，我真的没做过啊。您若要伤害我的话，就算我说了，那也是屈打成招，是冤枉奴家呀。王连之依旧没有承认，而是勉强爬起身来，跪在了地上，哭着喊着，一眼看去还真是委屈。但是楚风一直在仔细观察着王连之的神态反应，所以楚风可以断定，这王连之是在说谎，屈打成招。放心，我绝对不会对你屈打成招的。楚风说话间，掌心摊开，密密麻麻的东西正在其掌心涌动着。忽然，楚风大袖一挥，掌心之上的物体便落在了王连之的周围。落在地上之后，那物体急速蔓延，那竟然是密密麻麻的虫子，不仅长相惊悚，更是发出唧唧的诡异声音。此刻，那虫子自四面八方将那王连之围在了当中。看着那虫子，王连之吓得瑟瑟发抖，如同一滩烂泥一般瘫在了地上，那脸都绿了。这虫子叫做石化鬼虫，当它们进入你的体内，我问你的所有问题，你只能实话实说，没办法再撒谎半句。当然，这些石化鬼虫进入你的体内，也是会带来一些痛苦，不过你也不用怕，那痛苦也没多难以承受，也就是会让你生不如死而已。楚风说道。就在楚风话音落下之际，那些虫子所发出的声音更加刺耳，一个个张牙舞爪，再度向王连之扑去。那个架势简直就像是要将王连之活生生的撕成粉碎一般。住手！快住手！是我做的，的确是我做的。终于，王连之崩溃了，歇斯底里的大喊起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楚风问道。我听闻宋喜的母亲有一个家传宝，我想要偷出来，可却被他母亲发现了。我当时慌了，怕他乱说话，便用那毒把他毒晕了。本来我只是想将他毒晕之后，借助那毒药的力量，使用阵法抹除他的记忆，但是我没有想到，抹除记忆之后，他的母亲竟然一直醒不过来了。我真的没想杀他。在宋喜回来之前，我就找人帮忙看过，想把他母亲救过来，可是不管是谁看都看不出原因，都说是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真的不怪我，我真不是故意的呀，我还想过救他呢。王连之一脸委屈地说道。你还在装委屈？强行将人的记忆抹除，这可是对灵魂有害的行为。你将其记忆抹除，就等于夺走了他的半条命，而强行从人的体内将记忆抹除，那将会带来怎样的痛苦？那是真正的生不如死。你对一个年迈的老人做出了此等丧尽天良的事情，你还敢装委屈？楚风冷声问道。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我不是与你说过，我家那个家传之物根本就不值钱，只是对我母亲来说有特殊的意义而已。你怎么能因为那样一个东西就对我母亲下毒手？你可知道，你强行将毒打入我母亲体内，我母亲的灵魂都受那毒的侵蚀，若不是楚风出手，我母亲都活不了多久了。宋喜气得咬牙切齿。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哪里知道你家的传家宝是那样一个破烂东西？破烂也就算了，你母亲看到我偷了她的东西，竟然对我大发雷霆，还说要解除婚约，我都是因为不想和你解除婚约才那么做的。宋喜，我都是为了我们的感情啊。王连之说道。不想解除婚约，你便对我母亲下毒，那你告诉我，
你我的婚约是谁解除的？今日要嫁给欧阳家主的人，难道不是你王莲芝吗？听得此话，宋喜更加愤怒了。楚风甚至能够听到宋喜浑身的骨头都在炸响，他真的是被气坏了。够了！楚风高喝一声，随后对宋喜说道：“你与他争论这些做什么？既然真相已经大白，你想怎么处置他，直接去做便是。与他说这些何用？”楚风并没有真的对王莲芝出手，而是想让宋喜出手，因为在他看来，这终究是宋喜的家事，他可以帮宋喜的忙，但究竟怎么做，还要看宋喜自己。我要宰了他！宋喜拔出了兵刃，咬牙切齿地看着王莲芝。不要！宋喜，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的份上，你饶过我吧，你饶我一命吧！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眼见着宋喜竟然要杀自己，王莲芝哭得更加的撕心裂肺，不断地冲着宋喜作揖磕头，那个模样当真是可怜至极。可是只要想到这是一个为了自己利益，竟然下毒毒害未婚夫母亲的人，莫说是楚风，就连在场的许多人也都觉得这王莲芝恶心。可是宋喜不是围观者，他是与王莲芝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人，就算没有订婚之事，在宋喜的心中，王莲芝也是如妹妹一般的人。看到这样的王莲芝，宋喜心中明明怒火冲天，可却也无论如何都无法挥动手中的兵刃。最终，宋喜看向了楚风，说道：“楚风，能放过他吗？毕竟我母亲已经无爱了，不要问我怎么做，自己决定，我不会插手。”楚风说道：“那便放过他吧。”宋喜说道：“行，那我们便走吧。”见宋喜已经决定，楚风便准备离开。大人，等一下！可见楚风要走，那王莲芝却是忽然大喊起来。楚风回头观望，立刻知道王莲芝为何呼唤自己了。那是因为那围绕着王莲芝的虫子仍然在跃跃欲试，仿佛王莲芝稍有不轨的动作，那些虫子就会一拥而上，将其撕成碎片。楚风大袖一挥，那些长相惊悚、令人恐惧的虫子竟然化作一道道金灿灿的光芒，消散在空中。这一幕不仅不恐怖，反之倒是很美，根本就没有什么石化鬼虫，这不过是障眼法而已。楚风讽刺地说道。听得此话，王莲芝顿时面如死灰，想必他的心中充满了怒火，对楚风充满了憎恨。他知道他是上当了，被楚风戏耍了，可是奈何他却根本不敢发作，甚至不敢表现出来，因为他非常清楚楚风是他招惹不起的人。走吧！楚风转过身去，准备带着宋喜与静怡离去。等一等！可就在这时，又有一道声音响起，那乃是赵府的大管家。怎么，你不准备放我走？楚风冷漠地看向了赵府大管家，看到楚风那冷漠的目光，赵府大管家以及赵府顿时吓得浑身一颤。楚风注意到，包括赵府大管家在内，所有人都下意识地低下了头，他们根本不敢与楚风对视。但是缓和了片刻后，赵府大管家却是缓缓地抬起了头，他鼓足勇气对楚风问道：“你似乎并不打算杀我们，我若想杀你们，你们已经死了。”楚风说道：“可是你既然连我们都能放过，为何要对我赵府那些人痛下杀手？”赵府大管家问道。听得此话，楚风则是目光一变，随后很是不解地问道：“痛下杀手？我何时有对你赵府之人痛下杀手？你在说什么？既然都做了，难道不敢当吗？我赵府那么多尸体，现在就躺在我赵府之内，你还敢说不是你做的？”赵府大管家质问道：“尸体？尸体在哪里？带我去看。”楚风说道：“他既然没有杀人，自然也就不想被人冤枉，更不想替别人背了黑锅，所以这件事楚风一定要弄清楚，至少要让赵府的人清楚他并没有杀赵府之人。”好，那你随我来。赵府大管家见楚风竟然真的愿意与他对峙，而没有蛮横的不讲理，心里对楚风的恐惧倒是减弱了不少，随后便为楚风带路，向赵府而去。赵府坐落在落凤城内，人数众多，在整个落凤城，除了赵府之人，几乎没有人敢在赵府门前逗留。赵府就是这样的霸道。可是当楚风进入赵府之后，赵府的所有人看到楚风的脸庞，皆是面色紧张，甚至瑟瑟发抖，更有甚者转身便逃。这也不能怪他们，当那个小六子醒来后，便立刻画出了楚风的画像。赵府找来府上所有的戒灵师，快速的临摹楚风的画像，做好了通缉令，想要通缉楚风。所以这导致现在赵府的人都知道那杀害了赵府副府主以及赵府众人的凶手是何模样。现在凶手竟然大摇大摆的出现在了赵府之内，他们怎能不惊，怎能不怕？要知道赵府副府主那可是五品五祖，在他们看来，这个凶手能够轻易的杀死他们的副府主，那实力便一定在五品五祖之上，多半是一位六品五祖。赵府大管家直接将楚风带到了那些被杀之人尸体所存放的地方。天哪，怎么会这样？看到那些尸体，宋喜目瞪口呆，而静怡更是吓直接昏死了过去。这也不能怪他，毕竟那些尸体的模样的确是有些瘆人，实在是太过悲惨了。而像静怡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人，自然受不了这种场面。这些便是当日在神山下与我碰面的人。楚风问道。正是他们，除了小六子，全都被你所杀。赵府大管家说道。我说了，不是我做的。楚风说道。是不是你做的？你还是与我家府主说吧。你敢与我家府主当面对质吗？赵府大管家对楚风问道。有何不敢？楚风淡淡一笑。那你在此等着，我这就去叫我家府主过来。说完此话，赵府大管家便离去了。这些家伙还真是不知死活，难道还不清楚你的实力？不立刻求饶，竟然还敢与你对峙？女王大人对于赵府之人的态度很是不爽，我并没展露自己的气息，他们的实力还感觉不到我是真仙境。再者，这赵府横行惯了，总觉得在这一代他们便是老大，哪怕遇到比他们强的，也未必服气。而赵府那个管家回到赵府之后便有底气了，想必是因为他们赵府之上有一个7品五祖吧。他这么有底气，一定是觉得我的实力只在6品五祖，而那个7品五祖的人可以轻易的收拾了我。楚风说道。
在进入这赵府之后，楚风便用精神力感应了一下，这赵府之内有多少人，修为式和境界，楚风全都已经知晓，不知天高地厚。想不到大千上界也有如此愚钝之人。女王大人说道：“愚钝之人哪里都有，如同赵府这般，有了一点底气，便狂妄自大之辈，更是处处皆是。当然，这种人无论在哪里，都只是最底层的小人物。”楚风说道：“他独自一人闯荡这么久，星号的人见过太多，而最多其实就是如同赵府这种人，有点本事便不知天高地厚，鱼肉百姓，自大妄为。他们这种人最容易得罪人，而往往得罪到了实力在他们之上者，等待他们的便是灭顶之灾。”楚风便再度看向了那些尸体，说道：“这些人死得有些诡异啊，看样子是活生生的吸干了灵魂，这凶手倒是心狠手辣呀。楚风，你觉得是何人所为？是有人故意陷害你吗？”女王大人问道。“我刚到此处不久，还没什么仇家，谁会陷害我？总不会是这赵府自己杀害了自己的人，从而陷害我吧？”楚风说道。“哈哈，那楚风他们是傻子。”女王大人笑道。在他看来，赵府之人的确够蠢，依我看，不像是人为。楚风说道。听你这么说，还真是。女王大人也是变得凝重起来。宋喜，你之前说进入神山的人会诡异的死去，那症状与他们比如何？楚风问道。那些我只听闻过，并未见过，不过倒是与传说中的样子很像。天哪，该不会是神山上有什么东西跑下来了吧？此刻，宋喜越来越慌了。你就是凶手！就在此刻，忽然一声愤怒滔天的声音响起，那是一位老者，具备着7品5祖的修为，而在他的身旁站着赵府大管家，身后跟随着上千名赵府的狗腿子。显然，这位就是赵府的府主，而这位府主比那个管家还要不知天高地厚。看着楚风的眼神，不仅没有一丝敬畏，竟然充满了敌意。很显然，我不是凶手。楚风平静说道。你说你不是凶手，谁能为你作证？赵府府主问道，态度蛮横无理。府主大人，我能为楚风作证，这人的确不是他杀的，当日我与他一同离开的。宋喜说道。你是什么东西？赵府府主瞥了一眼宋喜，眼中充满藐视。这也正常，虽然宋喜在洛凤城这一带有些名气，但不见得所有人都认识他。对于赵府府主来说，宋喜只是一个小喽啰，哪怕是在他赵府做过工，可他也并不认识宋喜。府主大人，就在这时，一个男子走了出来，这个人正是那个小六子。府主大人，这宋喜的确有赵府的人，当日我们一同押送货物出去的，而那个人当日伤了我们所有人，唯独没有伤那宋喜，不知道他二人究竟有何关系，并且在伤了我们之后，那人也的确是带着宋喜一同离开的，只是他们离开之后，副府主大人便让我回来报信，他们是否又有返回，小人便不得而知了。那个小六子说道。府主大人，我发誓，真的不是楚风做的，我若撒谎，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宋喜怕对方不信，竟然举手发誓。闭嘴，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竟然替杀害我赵府之人的凶手作证，你也该死。猛然间，那赵府府主竟然出手了，一时之间杀气弥漫。这赵府府主出手便是狠招，这是想要将楚风以及宋喜一同杀掉，不留活口。在楚风看来，自己若真是6品5祖的话，这击若是击中，他与宋喜以及静怡3人，怕是要尸骨无存，魂飞魄散。不过很可惜，楚风并非是6品5祖，而是1品真仙。楚风动都没动，只是嘴角微微上翘，随后一股劲风便自楚风体内吹散开来。此刻，楚风衣衫舞动，长发飘动，下一刻，那股迎面而来的力量便在距离楚风与宋喜3米的地方消散开来。见到这一幕，赵府府主的脸上顿时涌现出惊慌之色。他先前的攻势可谓非常之强，但是却被对方轻易化解，这让他下意识地认为对方的实力在他之上。就在这时，楚风手掌抬起，随后只听砰的一声，赵府府主便飞了出去，这个力道极强。赵府府主连续穿过数道墙壁之后，才落在地上，落地之时已是血肉模糊，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见到这一幕，赵府的许多人都吓得赶忙逃走。本来他们以为这个凶手可能是6品5祖，他们的府主可以对付，可是现在才意识到，这个凶手的实力比他们预想的要强得多，他们的府主在其面前都没有还手之力，而连府主都不是其对手，他们这些狗腿子那就更是只有受死的命。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大袖一卷，一道龙卷风便在楚风身前浮现，直通天际。龙卷风一经出现，磅礴的吸力便自其中扩散开来，将那些逃窜的赵府之人，包括那个身负重创的赵府府主，全部吸了过来，卷入那龙卷风之中。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众人在飓风之中连连翻滚，哀嚎不断。片刻后，楚风才消散那道龙卷风，那些人便如同死狗一般狠狠地落在地上。落地之后，许多人都是跪在地上，不断的呕吐，只不过他们吐的乃是血。我再说一遍，人不是我杀的。楚风说道。楚风冷冽的目光扫视开来，赵府的所有人都吓得瑟瑟发抖，几乎都没有人敢抬头正视楚风一眼，就连那个赵府府主，此刻也是连半个屁都不敢放一下。可是你怎么证明啊？人不是你杀的？这时倒是赵府大管家再度开口了，只是他那磕磕巴巴的声音，却也彰显了他此刻对楚风的恐惧。怎么证明啊？楚风冷然一笑，随后意念一动，磅礴的仙级武力便如同火山爆发一般，自其体内喷薄而出。那璀璨的仙级结界之力，先是直冲云霄，随后便四散开来，很快便覆盖了整座落凤城。就凭我有杀掉你们所有人的能力，可你们却都还活着。楚风说道。而这一刻，赵府府主以及赵府的所有人都已是目瞪口呆，这可不是惊讶，而是被活生生的吓得。他们直到此刻才真正的清楚，
眼前这个年轻人是多么的可怕，那竟然是一位真仙强者。虽然只是一品真仙，可是那毕竟是真仙强者，是一口唾沫都能把他们全部淹死的人物。大人，是我们有眼无珠，多有得罪，还望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们这一次吧。大人，您饶了小的吧，小的只是做工的，我家上有老，下有小，不想死啊。这一刻，赵府众人皆是痛哭流涕，跪地求饶，一个个的卑微至极。你们记住，宋喜是我兄弟，以后若有人对他不敬，便是对我不敬。若是敢有人在我离开后对其报复的话，我就要你赵府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楚风一字一句的说道。说完此话，他也不待赵府之人有何反应，直接带着宋喜以及静怡离开了。路上，宋喜一直盯着楚风，那目光充满了崇拜之情，简直就像是一个小女子在看自己仰慕的对象。这种目光让楚风很不自在。这么看我干嘛？楚风皱眉问道。楚风，你真是我见过最威风的人。宋喜说道。这就威风了？楚风不以为然，简直太威风了。你是不知道，赵府的人平日里是多么的蛮横，而那府主更是霸道的无法无天，简直就是一个土皇帝。可是今日他们在你面前却吓成了那个德行，真是太解气了。你的那股气势实在是太强了，连我都害怕了。若不是与你站在一起，知道你不会伤害我，我怕是也如他们一样向你跪地求饶了。宋喜说道。你再说，我便觉得你是在拍我拍马屁了。楚风说道。在楚风看来，宋喜修为虽然不是很强，但也是走南闯北过的人，这种场面应该也是见过不少。此刻他的反应着实有些夸张了。事实上，宋喜的确见过不少类似的场面，但他只是围观之人，如同今日这般站在楚风身旁，如此近距离的看着楚风显威，还是人生第一次。这就如同盲目围观与亲身体验的差别一样，所以他自然很是激动。真的不是拍马屁，我是真的崇拜你啊。宋喜笑嘻嘻的说道。这也的确是他的心里话。停，这个话题就此略过。楚风很是无奈，若是一个女子也就罢了，一个男子用这种眼神看他，他真是浑身不自在。对了，有一点我倒是要提醒你，宋喜，你太优柔寡断了。那王莲芝那么对你母亲，你怎么能够放过她？要知道，若不是我出现，你母亲可是活不了多久了，而罪魁祸首就是那王莲芝。楚风说道。可是她毕竟是与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实在是不忍心。宋喜说道。你对她不忍心，人家对你可是很忍心。你呀，心肠太软，这样的软心肠在修武者的世界可是很难生存的。这个世界上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如赵府和欧阳家那种欺软怕硬的人。咱们平日里可以不去主动招惹谁，欺负谁，可你要记住，若是有人招惹咱们，绝对不能对他们客气。今日若不是考虑到你还要在此处生活，怕赵府日后报复你，那赵府府主已经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楚风问道。为什么？宋喜问道。因为他出手的时候是想要置我于死地，对于想杀我的人，我没理由让他活着。楚风说道。我明白了，日后一定不会再优柔寡断。但是楚风，王莲芝能放他一条生路吗？宋喜说道。我说了，关于他的事你自己决定，你既然已经放过他，我自然不会为难他。楚风说道。其实楚风的心里有些无奈，他看得出来，别看宋喜表面答应的爽快，可他的骨子里还是一个软心肠的人，想要改变他还需要一些事情的磨砺，至少现在他还没有被改变。将宋喜以及静怡送回去之后，楚风便再度前往了神山。楚风要再仔细打探一下这个神山，毕竟现在王强等人音讯全无，他很不放心。而神山是目前楚风能够想到搜寻王强等人的唯一一个地方。楚风这一次并没有直接进入神山，他是先从远处观望起来。毕竟楚风已经得知这神山事情，知道这神山非是凡物，甚至楚风觉得这神山多半与那神秘的荒原也有关联。而天眼具备着搜寻风水藏的天地奇物的力量，若是这神山之中真的藏有什么秘密或者宝藏之类的，只要不是隐藏的特别深，那么楚风便能够发现一二。楚风站在天际之上，从远处审视着这辽阔到无边无际的神山。说实话，这神山实在是太大了，哪怕楚风的天眼也只能观看到冰山一角。这种情况下，楚风只能不停地移动位置，以此来继续观察。转眼间，半日时间过去了，天已经渐渐的黑了。天黑之后，神山静得诡异，楚风有些着急了。这神山太大了，就算围绕着神山看上一圈，也只是能够看到外边的一部分山脉，却看不到里边。更何况他看了这么久，恐怕连神山外围的2/10都还没看完，就更别说是整个神山了。这神山大的超乎楚风的想象，有变化。然而就在楚风愁眉不展之际，忽然面露喜色，他在神山的某处发现了变化。根据神山的地势以及天地能量的变化，楚风发现在神山的某处产生了一个漩涡，仿佛是在吞噬天地能量。这神山果然不简单。楚风说道。楚风，这个方向不正是那光芒漩涡所在的方向吗？女王大人说道。还真是。听得女王大人这样一说，楚风也是反应过来，那的确是楚风当日下山的方向，只不过光芒漩涡要更深一些。相比于光芒漩涡，此刻楚风发现的奇异地点则并非神山的深处。不管那么多了，楚风，快过去看看，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不过切记，一定要小心，毕竟赵府的那些人死得很是诡异，很可能是与这神山有关。女王大人很是凝重地提醒道。楚风点了点头，随后便进入了神山。因为神山具备的特殊力量，所以根本无法飞行入山，只要靠近神山的范围就必须徒步而行，又因力量受到限制，所以前行速度很是缓慢。楚风足足用了5个日夜才抵达那个地方，可靠近之后几乎发现不到一丝异常，甚至哪怕楚风用天眼观察
也看不出不寻常的地方。此时此刻，这里就像是一座平凡的小山头，没有任何奇特的地方。但是楚风却坚信这里一定不是寻常之地。于是楚风布置了一座阵法，这座阵法名为密地现身阵。这个密地现身阵，楚风是从凯宏大师的传承中习的。密的现身阵的作用与天眼有些相像，不仅能够看透事物本质，还能够洞察到特殊的线索，是寻宝所用阵法。只不过这密的现身阵虽然厉害，可是以楚风现在的能力，只能覆盖100米的范围，可以发挥的空间非常小。但是楚风发现，在这密的现身阵所搜索的范围内，自己的天眼力量也会加强。搜索眼下这种地方，用着侦测阵法，配合自己的天眼，会发挥出奇效。果不其然，在密的现身阵布置完毕后，楚风的天眼变得越发的凌厉。楚风甚至感觉自己的眼睛已经不是眼睛，而是2把无形的刀，能够刺穿一切。在那里，很快的，楚风便发现了一个入口。这入口就藏在这个山头的角落。发现入口之后，楚风并没有直接使用蛮力去破坏山石，而是使用结界阵法去破解。因为在楚风看来，这山石应该是由实体与结界阵法结合而成，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是真的山石，但有一部分是结界阵法伪造而成。只不过因为那结界之力很强，所以连楚风也看不出破绽。但是结界之力终究是结界之力，楚风使用结界阵法，总能将其破解。果不其然，在结界阵法附身之后，楚风可以不用破坏山石，就走入大山之中。进入大山之后，一切就都变了。楚风进入了一个走廊之中，这走廊很是深邃，楚风走了许久才走到尽头。在这尽头处有着一座大殿，大殿很大，可却很是空旷。在这大殿的中心区域有着一座大阵，非常璀璨的大阵。这大阵竟然在吸收天地能量，好厉害的阵法！这是何人布置的？看到这座阵法，女王大人也是目露惊叹之色，因为这座阵法非常利奥的，绝对不是仙庖界灵师的手笔，一定是仙庖界灵师之上的存在所布置而成。这阵法有些年头了，怕是时间很久了。楚风说道。楚风虽然看不出这阵法是什么等级的界灵师所布置，但是楚风却看得出来，这阵法并非神山所带，而是在神山出现一段时间后，有人在这里布置的。楚风，快看那个球体，把那个球体拿下来！忽然，女王大人说道。而其实，楚风也早就注意到那个所谓的球体。这个球体不大，只有拳头大小，为黑色，网状，似是蜘蛛网编织而成，表面并不平坦，甚至还有缝隙。那缝隙连接球体内部，顺着那缝隙，一道道天地能量慢慢的从中散发而出。楚风观察，这球体应该是一件至宝。如果说此刻这座大阵在吸收天地能量，那么这座大阵所吸收的天地能量应该都进入了这座球体之中。楚风将球提取了下来，顿时惊讶不已。这球体内的天地能量实在太过浓郁，浓郁到超乎楚风的想象。在楚风看来，这个不过拳头大小的球体内所蕴含的天地能量，就算让它突破到天仙境，也不是没有可能。回想一下当初在五至圣土的时候，楚风为了获得天地能量，费尽心思，甚至险些丧命。而现在这么浓郁的天地能量就在自己的手中，着实令楚风感慨，大千上界果然不同，这么轻易的就得到了这么多天地能量。楚风激动的直吞口水。对于他何种修武者来说，天地能量简直就是世间最好的美食，更何况这球体之中的天地能量是楚风可以直接炼化的。只是可惜，现在的你因为修炼了神罚玄功，突破修为早就不像当初那么简单。当初的你丹田内积攒到足够突破的天地能量，便可直接突破。可现在，就算体内积攒再多的天地能量，可若是领悟不到突破的契机，依然无法突破修为。不过这么多的天地能量也是难得的机缘，楚风立刻炼化它吧。女王大人说道。此处显然是故意有人设置用来积攒天地能量的，我若这样就炼化了，怕是不好吧？楚风说道。有什么好不好的？他窃取天地能量本就是不对，更何况这里好像很久都没人来了，搞不好布置此处的人早就死了。女王大人说道。也对，那我就不客气了。楚风说话间便大嘴一张，磅礴的吸力便覆盖那球体。下一刻，球体之内的天地能量如同泄闸的洪水一般喷涌而出，全部涌入楚风的口中。这球体内的天地能量实在太多，哪怕楚风这种炼化的方法，可却也足足炼化了几个时辰之后，才彻底将这球体内的天地能量炼化干净。好爽！我的丹田从未像此刻这般充实过。楚风欣喜不已，就像是一个贪吃的孩子，终于吃饱了一般，很是满足。看来这阵法就是这神山内天地能量减少的源头。女王大人说道。不是。然而对于女王大人的说法，楚风却是摇了摇头，随后说道。蛋蛋，你仔细看看这阵法，再看看这里，这里和那里。楚风连续指了几个地方。原来如此，这阵法只是利用这神山的某种力量来积攒天地能量，但是其所积攒的天地能量乃是外界的，和这神山内的天地能量没有关系。此刻女王大人恍然大悟，的确是这样的，只是能够利用这神山的力量来积攒外界的天地能量，也是一种本事。至少这个人在神山观察了许久，并且实力极强，否则不可能发现神山的这种力量，也不可能借用这种力量布置这座阵法。楚风说道。倒是如此。女王大人赞同的点了点头。你是什么人？可就在这时，忽然一声厉喝自楚风的身后传来。楚风猛然回头，这才发现在这大殿的入口处站着一名女子。忽然间出现一个人，将楚风吓了一跳。可是当楚风看清这名女子后，却是愣在了那里。这是一名年轻的女子，身穿一袭雪白色的纱裙，留着一头黑色的长发，美，非常的美。那精致的脸蛋，纯洁无瑕，干净透彻，简直无可挑剔。虽然长裙在身，但是楚风推测
此女怕是不仅脸蛋出众，那身材也绝对诱人。此女美的超凡脱俗，简直如同精灵一般。尤其是此女一头长发散落而下，更是如同仙女下凡一般，气质超然。自从见到梨儿之后，这还是楚风第一次看到这般赏心悦目的美女，如王莲芝那种货色，若是摆在此女面前，简直就是丑小鸭与白天鹅的差距，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可就在这时，那女子却是柳眉竖起，随后玉手张开，对着楚风就是一掌轰出。当女子出手之后，楚风顿时脸色大变。这个女子的年纪绝对比楚风要小，可是她的修为却是一品真仙，并且她此刻这一出手，更是战力非凡。此女哪怕在一品真仙中，也是一位佼佼者，因为眼下楚风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